can you point a gun in my head? Did you seriously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你知不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我以外交部特警的身份，请您配合调查。我们怀疑你涉及盗用他人合法国籍身份。I don't speak Chinese. Can you speak English? 您不懂中文吗？您真的不懂中文吗，大使夫人？这是刘贝奇，整形医生。只要找到他，你的真面目就会被揭开，你就永远别想离开中国了。 你要是问我，整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整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吗？我不知道。人的内心必须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慢慢的成长。整容在这里只是一针催化剂而已。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顾客，他们本身就怀着强烈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有的人到了最后， 依然是初心未改，但有的人整容之后，在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各种人性，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暴露无遗。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顾客，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잘 지냈어요? 많이 기다리셨죠? 괜찮습니다. 당연히 아름다운 여인을 위해 기다려야죠. 오랜만이에요. 다 잘 지내셨어요? 네. 요즘 국제 업무 관계를 처리하고 있습니다. 승진하셨다면서요? 부끄럽습니다. 당연히 승진하셔야죠. 이렇게 바쁘게 일하시는데. 높게 평가해줘서 고마워요. 오늘같이 쌀쌀한 날 이렇게 그래도 바쁜데도 시간 약속대로 제대로 와주셨네요. 오늘 중요한 날인데 아주 바쁘셨습니다. 천만에요. 제가 당연히 해야 하는 일인 거예요. 자, 그럼 차에 오르시죠. 날씨도 쌀쌀한 것 같은데 어디 가서 따뜻한 차라도 한잔 하실래요? 차에 오르시죠. 제가 커피 살게요. 저 에스프레소가 너무 먹고 싶은데. 도착하면 제가 사드릴게요.
치즈케이크 드시러 가실래요? 유명한 집이 있는데. 빨리 차에 타세요. 선생님. 박경관입니다. 선생님. 빨리 차에 타세요. 알았어요. 저 뒷자리에 앉아요? 저 수석이 타면 안 돼요? 이렇게 입고서 타기도 좀 뭐하고. 아, 여기는 범인하고 개만 타는 데잖아요. 정정하겠습니다. 개가 아니라 경찰견입니다. 자, 빨리 타요. 저는 한 통화만 하게 해주시면 안 되나요? 경찰서에 도착한 다음에 봅시다. 전화 한 통만 하게 해주세요. 네? 경찰서에 도착하면 당신 가족에게 전화해 줄게요. 5분이면 도착합니다. 지금 이러는 거 되게 잘못된 거 아시죠? 저한테 지금 핸드폰 안 주시면 경찰 연행 중에 폭행당했다고 고소할 거예요. 아, 나 진짜 이거 미쳐버리겠네, 진짜. 자, 여기. 좋아요. 내 핸드폰에 전화하세요. 류베이트? 빨리 와. 나 이 사람들이 강제로 연행하려 그래. 빨리 와, 빨리 와. 리유란, 당신이 내 와이프에게 성형수술 해준 건 알지만 이젠 경찰서에 좀 협조하시죠.看着我的眼睛，你再一副轻蔑的样子，我就崩了你。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You can point your gun at me all you want. Before my lawyer arrives, I'm not answering any question. 不是说听不懂中国话吗？看来你很懂啊。嗯，大使夫人， Go ahead. Shoot me. 看你穿的这一身都是名牌啊。这双鞋得我3个月工资吧。还有那个手包，听说是德兰特那个浪漫的欧洲设计师为你定制的啊。我忘了，他现在可是您的丈夫。这种上流社会生活就是您想要的吧？怎么样，找到刘贝奇了吗？刘贝奇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离开医院，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吗？追踪到一个号码，是韩国手机号码，具体谁打的不知道。师傅，半个小时可以到机场吗？到不了。你别看这路宽，都是监控头，万一被拍到了，罚钱事小，扣分啊。您就别管扣分不扣分了，只要您能半个小时到，我给你加1倍的钱。哎呦喂，这个你看，我刚话说一半呢，这是监控，都在我们出租司机的掌控之中。我知道哪里有监控头，半小时能到，就是一脚油门的事。你说呢？啊，好嘞，师傅。师傅，你一定要跟住前面那辆车。咋的了？你未婚夫呀？啊？那不是逃婚吧？啊！你说我可怜不？你没怀人家孩子吧？这不好说。行，我懂了，妹妹。我最看不起这种男的了，你等着，我一定给你追上。够意思，看你的了。再加把油，再加把油。你在干嘛？你有病是吧？不是说你啊，那个后面的车，那没见过人家超车这样超的，真没素质，真是的。哎呦，哎呀，上来吵架了是吧？啊？你帮我并排。喂！啊！好帅呀，小哥哥！哎！干嘛你啊？你有病是不是啊？你看我是几个意思呀？你快点跟我回去吧。这样开车的？你妈人家长得很帅哦。好危险啊！跟我回医院吧，院长发飙了。金玉金的指诊所被贴封条了，他都快急疯了。师傅，停一下呗。行。神经病！哎，师傅，慢点！哎，师傅千万跟住啊！
趣了吧？哈哈，哈哈，师傅还可以再加点醋。可以，来。开的还挺快，这前面的师傅开赛车的吧？我告诉你，我以前就开消防车的。我们到前面的红灯，尽量把灯甩亮。行。我个整形医生还得干正事儿。加速！哎，不是师傅，你怎么停下了？红灯。哎呦！闯过去吧，罚钱，我出，扣分，扣我的咋样？哎呀，不是，和这没关系。刚刚那个小哥哥长得真的太帅了，让我心跳加速，我现在没有办法好好开车。不是啊，大姐，你要不追上他，我的饭碗就没了。那么帅的小哥哥在开车。店长，我告诉你，吴纯，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前，你要是没有追回刘备齐跟我解释清楚刚才无故离开的原因，你也不用再回来了。哦，如果这一次医院专业资质因为你们申请失败，我保证不会再有任何一家医院聘用你们。大姐，你缓过来了吗？啊，出一半啊！没有。你小帅哥。小帅哥，走你！我来了！这次可别跟丢了啊！你得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被气重病的父母，还有佳佳？佳佳出车祸病危的时候，一直叫着妈妈。那时，你明明在，但你却连一眼都没看过她就离开。你还是人吗，汪敏敏？佳佳，佳佳，佳佳，家属，请在外面等一下。佳佳，佳佳，佳佳，钱，干什么你？怎么回事？疯了！嘿，陈明先生对吧？我以大使夫人代理律师的身份警告你，在没有提供完全的证据情况下，还敢扣留我当事人，延误他飞机起飞的时间和行程，我保留追究你们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怀疑夫人身份被冒用了，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扣留他，麻烦你看清楚第二本护照。我还以为你有一些惊天动地的那种证据，只不过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子罢了。不止同名同姓，是连护照号码都一模一样。而且，雷奥尼在中国已经失踪了很久了，公安局有备案。这件事，我们必须彻底查清楚。陈明先生，第一，雷奥尼女士是我们德国大使夫人，你还是要怀疑这本护照是假的呢？第二，如果你有一些更直接的那种证据，那我可以接受在法庭询问，但是我现在一定要把我大使夫人带走。等一下，你不能把她带走。我们等到你终于找到这些证据再说，我们一定会在法庭上见。好了，你没有通告，你就敢拿枪随便指着别人？谁给你的权利？别忘了，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察。只要让我找到刘贝琪，证据就确凿了。那个女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乘坐737
人找到了，设法拦住他。先这样，我马上到。这真是上天安排。现在刘医生正在机场，等着瞧王敏敏。长官，我要去找那个整形医生，有证据才能扣押他。我必须阻止他离境，一旦让他成功离开，他有权再也不踏入中国，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拆穿他了。还请长官理解。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你告诉我，大使夫人以前的身份是什么？还有，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之下，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你不知道吗？你现在说了这么多，我就在想，你跟这个大使是不是有点私人恩怨？警官，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只是单纯查案。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之下，我以你上司的身份命令你，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40分钟，大使夫人登机，在这期间，不许你骚扰她。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刘医生，你不能这样。坐。我知道，早上你跟院长吵架了，但是开着会呢，你总不能说走就走吧？还在那么多专家学者面前反驳他的研究，你知道这样只会让他对你更不满的。我怎么了？是他说我是闲杂人等的。是，这是他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说接个电话中途就离开了吧？他气得脸都绿了。还是跟我回去吧，别把事闹大了，你说呢？你要去首尔？不是，你是要躲着金玉金吗？哦，对了，金玉金人呢？他去阻止贴封条了，诊所要关了。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啊？回来。我不喝咖啡。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不行吗？你千万别冲动啊你！我再给你3秒钟，行吗？1、2、3、1。那女人，她是我老婆。大使夫人是你老婆，你想升官想疯了？这听起来的确是匪夷所思，但是我保证一切属实。我拜托警官你，现在让我出去，我要去找那个医生。如果他真来机场，那我相信一切都是天意。这次我绝对不能错过。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找到他，而且我要拆穿他贾夫人的身份，以此来向您证明一切。警官，你刚才用枪指着的，知道是谁吗？是大使夫人。按照规矩的话，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准从我眼前消失。
妈妈，爸爸和明明怎么还不出来呀？老师还在跟他们说话呢，一会儿就出来了。哎，你看把你着急的，就好像爸爸妈妈要跟你领个媳妇儿回去一样。才不是呢，是爸爸妈妈心地善良，愿意收留他。哎，出来了。快上车，来，快点，来上车吧。这样有个小女孩陪着她，也聊天玩耍什么的，也挺好的。起码这些独生子女也就不会那么孤独。哎，对了，以后在家一定不要提到文文家的事，特别是他父亲和母亲的事，千万不要提，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孤儿，也不要让他想起那些悲惨的经历。我知道。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刘贝奇刘医生吗？你是？刘医生，我只是希望您帮忙确认，只要从您这里拿到权威的辨认证明书，就可以还原真相。您现在看到的那个外国女人，我想请问一下，她整形前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还有，她是不是您做的手术呢？那你可以帮我了。对不起，刘医生，拜托您了。这照片上的女人，她是我老婆。1年半以前，她失踪了，我一直在找她，直到我找到她一名学生叫雷奥尼。真的很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我帮不上什么忙，我还要赶飞机。刘医生，对不起，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问吧。整容可以改变容貌，但是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吗？不会，尤其是潜意识里的行为习惯，除非他受过刻意的训练。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么我要告诉您的是，当我真正和这位夫人面对面的时候，认识她吗？ Could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know her? She's my Chinese teacher.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her?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Why? What's wrong? She disappeared. I've asked all of her friends. Nobody seems to know where she is. I've looked for over a year and a half. Finally, I found you. So now I wanted to ask you, did she ever say anything about her wanting to leave? No, she never told me anything about that. Has Wang Minmin ever said anything to you about her marriage life or her family situation? No, she wa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would talk about her private life. But I remember once she told me something that had an impact on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want her life to be controlled by others. “刘医生，如果手术是您做的，难道您真的没有怀疑过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整成一个外国人吗？”从我那天见到所谓的雷奥尼，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所以我对雷奥尼这个人起了很大的疑心，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才发现雷奥尼他已经失踪了很多年了。直到最后，我终于
找到了他的护照，发现照片上的人跟我所见到的雷奥尼，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有一个德国人口失踪案，报到了大使馆。而且那天我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跟我老婆汪敏敏简直是一模一样，抿嘴、摸戒指，真是不可思议，他们那么相像。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很平常的行为。那么他出现在我女儿最后抢救的医院，这还能不能算平常呢？那天我女儿佳佳出车祸送医院抢救，她就出现在那里，所以我更加确定，她就是我的妻子汪敏敏。时间的耽搁，永远的离开我了。那刻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人。后来通过其他的渠道，我查到她曾经在您的医院出现过，并且接受了您的整形手术，所以她是通过整形手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还爬上了大使夫人的位置，所以我想请您辨认，现在的大使夫人是不是您当时做过整形手术的汪敏敏？只要您指认她疑似找您做过手术，我就可以扣留她，暂时不让她离开，我们才能多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查事件的真相。真的对不起，患者的相关信息，请你还是询问医院吧。没有时间了，他马上就要离开了。现在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调查他，我想他之后不可能再回中国了。一旦他离开，就算我们以后有了证据，也很难逮捕他。你知道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整成外国人吗？ You have 10 minutes. Because in 10 minutes, I'll be out of here. And the only way you can keep me is to prove that I actually got that operation. 再过20分钟，他就要登基了，我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真相也就永远要消失了。